怎么可能？就算是9星斗尊巅峰，也不可能让他说停就停。现在的我，并非9星斗尊巅峰，而是半圣。半圣。 谁能想到，刚复活的药圣者还未曾适应这具躯体，便是迎来了魂殿8、9天尊攻打星陨阁这种危险时刻。当药圣者出手后，魂殿这2位老壁灯无比后悔，悔不当初为什么要亲自率领魂殿大军攻打星陨阁这种艰难的任务。在斗破苍穹的145集剧情中，萧炎炼化吞噬古灵冷火，让焚诀进阶天阶斗技，引出天地异象，轰动整个花宗。在药老成功复活后，此刻的药老为了让萧炎尽快提升实力，做好对抗魂殿的准备，他将自己的古灵冷火玻璃给了萧炎，让萧炎将古灵冷火炼化吞噬，这样不仅能提升萧炎的实力，还能让焚诀的品级进阶到更高层次。萧炎深知异火对于炼药师的重要性，他不肯接受，最终在药老的劝说下，萧炎收下了古灵冷火。但是现在的萧炎还无法直接炼化古灵冷火，必须要先在体内温养一段时间。等到了花宗，萧炎帮助云云解决危机后，此刻的萧炎就准备在花宗炼化古灵冷火。萧炎深知在斗气大陆上，实力永远是强者立足的根本，尤其是在与魂殿诸多强敌周旋的过程中，每一次提升都关乎生死。在与妖花邪君一战后，萧炎敏锐地察觉到，此时正是炼化古灵冷火的绝佳时机。花宗内强者如云，环境相对安全，而古灵冷火内的抗拒性已完全消散，再加上他迫切需要提升实力以对抗魂殿，于是他让云云帮忙寻得一处幽静的净室，准备开始这至关重要的异火炼化。在花宗深处，一间弥漫着淡淡檀香的净室，成为了萧炎突破自我的战场。此前与妖花邪君的激战，萧炎施展毁灭火莲，耗尽大量斗气，深知炼化古灵冷火凶险万分，他并未急于行动，而是在石床上盘腿而坐，先行调息恢复。半小时后，萧炎双眼睁开，眸光深邃如幽潭，紧接着吐出一口浊气，森白色火焰从眼瞳深处翻涌而出，彻底覆盖双眼。一场震撼的异火炼化正式拉开帷幕。净室内的温度随着炼化开始急剧攀升，空气变得干燥炽热，空间泛起诡异扭曲，仿佛进入了一个虚幻的异度空间。萧炎周身毛孔不断窜出森白色火苗，将他整个人层层包裹。得益于已掌控3种异火的经验，此次炼化虽缓慢，但整体过程比他预想的要顺利。在3000连星火的持续煅烧下，古灵冷火逐渐显露出融合的态势。萧炎心中估算，若不出意外，1月之内便能完成炼化。一旦成功，他将拥有4种异火，这在斗气大陆上堪称前无古人的壮举。毕竟异火本就稀有难寻，常人得其一已是天大机缘，而同时容纳4种蕴含毁灭之力的异火，在旁人眼中无疑是自寻死路的疯狂之举。但萧炎凭借独特的焚诀功法，将这看似不可能之事变为冲击巅峰的坚实阶梯。随着炼化深入，净室内的温度达到了恐怖的程度，原本缓缓燃烧的檀香瞬间化为灰烬飘落，寻常斗宗强者都难以承受的高温与狂暴能量充斥着整个空间。萧炎体内古灵冷火与3000连星火的融合不断推进，庞大能量被转化为精纯斗气注入经脉，推动着他的气息持续攀升。半个月过去，竟是宛如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，气浪翻滚，高温撕裂空间，石桌石椅纷纷融化，石床也消融近半。然而盘坐其中的萧炎却如老僧入定，呼吸平稳，即便常人无法承受的滚烫热气，也如温顺气龙般涌入他的身体。在这近乎作画的修炼状态中，时间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，又一个10来日悄然流逝，而萧炎距离那震撼天地的突破也越来越近。此刻在花宗一处被绚丽花朵环绕的幽静院落里，花香四溢，生机勃勃的景象却掩盖不住石庭内3人的紧张情绪。纳兰嫣然、云韵、精灵目光死死盯着院落尽头那扇紧闭的石门，那里正是萧炎闭关炼化古灵冷火的净室。此时萧炎已闭关近1个月，纳兰嫣然柳眉紧蹙，满心担忧。云韵虽出言安慰，称斗尊闭关数月乃常事，但想起净室中不断溢出的炽热狂暴能量，那仿佛火山即将喷发的压迫感，也让他眉间难掩忧虑。此前萧炎施展毁灭火莲的威力还历历在目，花宗长老们生怕这次闭关又会引发惊天动地的变故，将宗门化为废墟。云韵为安抚众人耗费不少心力，可随着时间推移，净室中的能量愈发失控，他也不知还能压制多久。与2人的焦虑不同，青灵凭借天生异瞳，能感知萧炎的状况，显得从容淡定，慵懒的斜倚庭兰。云韵见等待无果，准备先行离开，可就在他们转身时，地面突然剧烈震动，纳兰嫣然踉跄扶住石柱，满脸惊愕。云韵瞬间察觉这是净室传来的异动，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动正在其中酝酿。意识到情况不对，3人迅速掠上天空，只见一缕炽热烟柱从净室顶部升起，紧接着净室顶部轰然炸裂。
裂，炽热烟雾喷涌而出，天地温度骤升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沉寂许久的浩瀚气息，一道清澈悠长的长啸冲破天际，笑声裹挟雄浑斗气，如惊雷般回荡在花宗各处，引得众多弟子与长老纷纷现身。当众人感知到那股气息，发现萧炎的实力竟达到4星巅峰，短短1月连升2星，这般恐怖的修炼速度令众人震惊不已。就连花宗大长老也不禁赞叹药尘弟子的非凡。然而，震撼还未结束，笑声消散之际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。这突如其来的天地异象让所有人茫然无措。花宗大长老却猛然意识到，这极有可能是天阶功法出世的征兆。一时间，整个花宗陷入震惊与期待之中，众人都在等待着萧炎出关，揭晓这场惊天突破背后的答案。在斗气大陆的修炼体系中，天地异象的出现总是伴随着重大事件的发生，通常可归结为3种情况：高阶丹药出世时，丹雷降临，修炼者突破重大境界，以及天阶功法或斗技的诞生。而这里所说的诞生，并非是古老秘籍的重现，而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。这种情况极为罕见，堪称修炼界的奇迹。当萧炎闭关结束时，天空中出现了震撼的天地异象，没有丹香四溢，显然不是高阶丹药出世。萧炎虽实力大涨，但远未达到能因境界突破引发异象的程度。花宗大长老凭借丰富的阅历，在短短几个呼吸间便推测出这次异象极有可能是第3种情况：天阶功法或斗技的诞生。这个推测让大长老震惊不已。自创天阶功法或斗技，这等壮举，即便在整个大陆上也鲜有人能做到。在常理认知中，即便是已经进入半圣层次的药尘，恐怕都难以企及，更不用说萧炎这样的年轻一辈。然而，眼前的天地异象却不得不让他接受这个惊人的现实。大长老心中感慨万千，萧炎的天赋远超想象，这让他对这位年轻人刮目相看。此前，他对萧炎的客气更多是看在药老的面子上。虽然萧炎以2星斗尊击退妖花邪君让他意外，但并未真正重视。如今，萧炎展现出的创造天阶功法的能力，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。大长老意识到，萧炎日后成就必然不凡，云韵与他交好，对花宗而言是极为有利的事情。他不禁赞叹花婆婆看人的眼光精准独到。花宗弟子们也被天空中突然出现的异象震惊，天气的急剧变化让众人惊愕不已。心思敏锐的人很快将目光投向萧炎闭关的境势，毕竟萧炎出关与异象出现的时间太过巧合，很难不让人联想两者之间的关联。就在众人注视下，竟是再度震动，一道炽热的气柱喷射而出。萧炎稳稳地踏立在气柱之顶，他望着天空的异象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轻轻挥动袖袍，一股无形的灵魂波动从眉心扩散而出。天空中翻滚的黑云竟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徐徐消散。黑云散去后，萧炎开始检验此次闭关的成果。他运转焚诀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，周身100丈内的天地能量如同沸腾的海水般剧烈波动，大量能量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。萧炎体内的异火瞬间将这些能量中的杂质化为虚无，斗气的运转速度比起以往狂猛了10倍不止，在能量吸纳、炼化、容纳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意味着萧炎再也不用担心施展强力斗技后会陷入斗气枯竭的困境，真正拥有了4亿战斗的资本。不过萧炎也很快发现，虽然焚诀得到了极大提升，但距离真正的天阶功法仍有差距，目前只能算是准天阶功法。此次吞噬古灵冷火，他的实力提升到4星斗尊层次，尽管有所进步，但2星多的提升幅度仍让他有些沮丧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吞噬了4种异火，本期待能有更大突破。然而，异火能量虽强大，但多次吞噬后效果会逐渐减弱。他推测，在吞噬排名靠后的异火对实力提升的作用将微乎其微，未来想要继续通过吞噬异火提升实力，必须寻找排名靠前的异火，这无疑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。尽管如此，萧炎很快调整心态，4星斗尊的实力配合天火3玄变，让他有了与更强对手一战的底气。他意识到，如今就算面对魂殿9天尊，自己也能与之相战并全身而退，这极大的缓解了他自现实到魂殿强者实力后一直背负的压力。在萧炎思索未来时，云韵来到他身边，萧炎笑着握住云韵的玉手，云韵脸颊瞬间羞红。这场因闭关突破引发的天地异象，不仅让萧炎的实力和功法实现了巨大飞跃，也在他与云韵之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色彩，同时更是让整个花宗都为之轰动。